有的时候我也感觉有点自卑啊，我就很害怕他们问我平常喜欢干什么，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玩手机。但你说自己喜欢玩手机，就好像说自己是个 loser 啊！我喜欢不思进取、自暴自弃，很羞耻，很难说出口。我都说我喜欢玩手机。我现在在上海读研，学的工科电气工程。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专业。我高中的时候想学表演，当演员。我爸非逼着我学工科，也不说为什么，就只会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不理解这两句话，除了押韵，还有什么逻辑？其实我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但我爸这个人对钱看得特别重，他怕我乱花钱啊，就特别喜欢说一些夸张的话，让我产生愧疚感。每次我把我的困难和我爸说，他就要把他的困难和我说。非常开心见到大家，然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多多，现在是在上海读研究生3年级。开学第一天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蛮大的。我同学问我哪里人，我说我是四川的。他说四川好呀，四川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上海的房子卖了，去四川养老。人聊天怎么能这么恶心呢？他不说我都不知道他在上海有房子。我也很难回答，我说哎呦上海好啊，上海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四川老家的房子卖了，去上海等死。有的时候我也感觉有点自卑啊，我就很害怕他们问我平常喜欢干什么，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玩手机。但你说自己喜欢玩手机，就好像说自己是个 loser 啊！我喜欢不思进取、自暴自弃，很羞耻，很难说出口。我都说我喜欢玩手机。玩手机啊！要不自觉带过去啊。但其他人说他们的兴趣爱好就说得很自信。我喜欢潜水、爬山、野外露营，不太理解，又是野外又是下水又是上山，我总感觉这帮人没有进化完全。我们的老祖先就是一步一步花了漫长时间，从海洋到陆地，才从猿人进化成智人的。智人就应该玩智能手机啊！你让老祖先怎么想？老祖先一看，我去，怎么还在爬山呀？咱没有手机应该好好玩啊！咱老祖先当年没这个条件，你给他一个手机玩，他不知道玩得有多开心。每天窝在洞穴里刷 B 站，直接从猿人进化成2次元人。就我真的很难理解他们那些爱好所带来的快乐。爬山我觉得累，潜水我觉得贵啊。而且这些人出去玩就出去玩，经常发文配朋友圈说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缺的是勇敢吗？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敢。我妈跟我说，你再玩手机眼睛就瞎了。我还玩，我也可以做到很勇敢啊！我也可以去潜水，让专业教练带着我1个小时700块钱，结束之后跟他说，哎，我没钱。你所以不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是有钱的人先享受世界。没有钱我都不能买我喜欢的手机。你别说享受世界了，我只能享受花呗12期免息。我都不理解，光有勇敢没有钱是怎么享受世界的？你是不是走到银行门口说，哎，要不然我今天勇敢一把？我感觉这个社会对玩手机充满偏见啊。什么学习不好手机玩多了，眼睛不好手机玩多了，睡眠不好手机玩多了，那咋了啊？这不是应该的吗？手机带给你这么多快乐，你受点伤害怎么了？你快乐都是有成本的啊！你像潜水，万一潜着潜着一回头氧气瓶丢了，那不完了吗？啊，还得再买一个。就我觉得兴趣爱好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但玩手机就好像这个鄙视链的最底端啊，玩安卓手机更底端。
你像喝酒也会对身体有害，但你在上海这种城市，你说你喜欢喝酒，听起来就比喜欢玩手机更体面一点。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爱喝酒，我问他喝啤的还是白的，他说 low，从来不喝，他都喝高级的葡萄酒，因为喝多了不会头痛。哎，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喝水？我问他高级在哪里，他说他的葡萄是法国产的。我不知道他拽什么，我的苹果还是美国产的。哎呀，很多人喜欢喝酒，无非就是喜欢那种被酒精麻痹自己，慢慢忘记烦恼的感觉。玩手机也可以麻痹自己。我手机玩了6年都玩烂了，现在边充电边玩手机，手机都漏电。我觉得很奇怪啊，明明大家在玩手机，你很难光明正大的把它大大方方讲出来。没有人在自己工作简历、兴趣爱好内栏说喜欢玩手机的，都说喜欢看电影、听音乐、拍 vlog， 那不就是玩手机吗？你干嘛不能大大方方讲出来呢？你对手机来说很不公平的。你手机帮过我们缓解过很多尴尬，有的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一些半生不熟的人，你真的不知道说啥，你都低头玩手机。没有人说哇好尴尬呀，我要攀岩啊。我知道大家今天的手机都被没收了啊。你们以为是怕你们录音录像吗？其实是怕这个思维导师点评太尴尬的时候，防止你们。偷偷玩手机，偷偷玩手机。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约我早上8点钟去市中心攀岩，我根本不懂攀岩，我只在上学的时候翻过墙。他说攀岩不一样，攀岩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我说爬上去之后干嘛呢？他说跳下来。我说跳下来，然后呢？他说再爬上去。我说跳下来之后不应该去上网吗？我那天到了攀岩馆之后，我就看见我说我肯定爬不上去，我说咱能不能坐电梯啊？他说你相信我，他说攀岩是一种高级的快乐，是一种你经历重重困难，最后达到目的地会产生一种征服感。我说征服感，我为了来攀岩，我定了早上6点钟的闹钟，挤了1个半小时的早高峰地铁，换成了3次，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我征服谁了啊？我征服了。我最后还是跟着他爬了2个小时墙啊！结束之后，唯一的感觉就是累得想死。我为了缓过来，在床上玩了2天手机。我今天已经讲了5、6分钟了啊！我想去玩手机了，拜拜，拜拜。我现在在上海读研，学的工科电气工程。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专业。我高中的时候想学表演，当演员。我爸非逼着我学工科，也不说为什么，就只会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不理解这2句话，除了押韵，还有什么逻辑？学好数理化，没让我学英语。走遍天下，走遍上海的困难。走遍天下都不怕，也没说怕什么，就反正什么都不怕。我要是走在路上遇到有人抢劫我，让我把钱交出来，我说等一下，要钱没有，但你看化学95。我抢劫犯说厉害厉害，不抢了不抢了啊！我把这些货讲给我爸听的时候，我爸根本就不在乎，就在你面前换一套逻辑。那小孩子没见过世面，什么都不懂。听爸的准没错，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听到这句话，我脑袋里的逻辑体系彻底崩塌了。吃盐是重量，走路是距离。我怎么比？我要是相信这个，那怎么学好数理化？
因为我的学校、我的专业还有我考研这些选择，全都是我爸替我决定的。我就经常在想，我为什么要读书？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一个工具人，在帮我爹读书？我爸高中都没读完，没过几年，我哥就出生了。我哥6岁上小学，5年级逃课去网吧，4季风雨无阻，3餐简单对付。我爸可能觉得这个号练废了啊，那一年我又出生了，整个时间像相当有逻辑性。那现在我这个小号不行了，这个电气工程专业我学了6年了，大学4年，研究生2年，年年倒数。就我现在学业焦虑，我都不是害怕不能毕业，我怕我真毕业了，顺利进入我们电器行业，我怕他招不住。就我在手机上刷新闻，说我们电力行业某些领域又有了新的突破，即将实现全面自动化，减少人工操作。我心想你可快点吧，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就关键我爸对我期待特别高，啊，每天笑眯眯给我打电话，儿啊，你要好好努力，天天学习，长大以后挣大钱，光宗耀祖。我不理解，祖宗是大家的祖宗，你怎么不努力啊？就这2年最让我难受的就是，我发现我跟我爸完全沟通不了。我跟我爸说，爸，我现在的生活很痛苦。他说，那你别痛苦。你有的吃有的穿，有什么好痛苦的？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讲脱口秀。他知道我每天为了讲那种开放麦，来回地铁4个小时，1分钱挣不到，只为了上台当几分钟小丑。过不球了。他问我，哎，你为什么不把那些时间啊拿去要饭？还能为什么？地铁不允许。节奏蛮有意思的。我说我想休学1年，我想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句话在我爸听来就是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暴自弃，就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很多人说父爱如山，什么叫父爱如山呢？就是你和他说话，传回来的只有回声。我说我不快乐，传回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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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现在在上海上学，啊，我从小到大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找原生家庭要钱。其实我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但我爸这个人对钱看得特别重，他怕我乱花钱啊，就特别喜欢说一些夸张的话，让我产生愧疚感。每次我把我的困难和我爸说，他就要把他的困难和我说。我说爸，我想买件新衣服。新衣服得买啊，新衣服得买。我都4、5年没买过新衣服了。我说爸，我要交学费了。上学好啊，上学好。我不吃不喝也要供你上学。我心想这也不至于吧？啊，学费就几千块，把房子卖了就行。就是我爸这样说话，就会导致我每次花钱的时候压力都特别大。每次花钱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爸就趴在我背上，啊，在我耳边说话，没事儿，你花吧，没事儿，都是为了你好。就有一次我在线下刚讲到这里，就有一个观众听哭了，把我吓一跳，我还以为他看见我爸了。而且我爸每次给我钱的时候，他很喜欢在我面前算账，算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然后一边算一边说，儿啊，这些就是对你的投资，你只需要好好学习，考个清华就好了。这怎么能是投资呢？这就是赌博。我有一年生日，我爸大方了一次给我钱，他说你生日可以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买了一件500块，特别帅、特别好看的新衣服。有多新呢？啊，那是一种虚荣心。
那我爸知道之后，他就问我，他说买的衣服多少钱买的哈？我说500，他说500啊，买的什么衣服呀？那该不会是清华的校服吧？一句话就把我整难受了。我当时，其实我知道我爸挣钱养家很不容易，没有他我也不可能来上海上学，现在也不会不小心沾染上脱口秀。我现在回报我爸的方法就是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啊。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主要途径就是，我通过脱口秀赚的钱，给自己买一件500的衣服，然后我爸问我多少钱的时候，我跟他说50，我说50他就开心啊，觉得我又乖又懂事，还给我报销了。我转念一想啊，虽然我倒贴了450，这就相当于我孝敬给他了。虽然他没收到，但是他开心了，这份开心的情绪就价值450。这就是情绪价值。就思路打开之后，就变得特别完美啊！我有新衣服穿，我爸也开心了。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学到的一句谚语，就买一件衣服，我出450占大头，我爸出50占小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不得了，感恩这些。我是一个来自成都的女演员啊，美不美？谢谢谢谢。其实我在生活里面有很多困扰啊，在我们那边，在路上遇到人打招呼，一般就会叫帅哥或者美女。我长成这个样子，每次路上不管别人叫啥，我总会下意识的回头，我说爷，都在叫我。那后来就有观众说啊，他说哎，我其实觉得怎么叫你都不合适，最合适的就是叫你一声老师。我说哦。你该不会是想尊重我吧？但我第一次在台上听到的时候还是很开心。我说哦，什么老师啊？他说韩红老师。在工作里面也是啊，我前段时间去参加了一个3天2晚封闭式的培训。我当时进酒店的时候，我就发现给我安排同住标间的是一个姐姐，她还带上了她3岁的儿子。我刚推门进去，小朋友就拉着我的衣服在那儿，哥哥哥哥。我习惯了，我工作里面跟我见了4、5次的客户，他管我叫王哥。但小朋友的妈妈一听就不得了了，立马就站出来纠正他，义正言辞的：瑶儿，他不是哥哥，他是个姐姐。小朋友才3岁，他的人生根本就经历不出这么大的变故啊！立马就哭了，妈妈一着急赶紧就改口了：哎呀，你不准哭了。他就是个哥哥。朋友们，小朋友不哭了，我有点想哭了。我感觉我这个人的性别吧，是男是女，我自己说了不算，要根据当时的人情世故来看。就感觉我这个人吧，性别还挺随和的。这个事情到了晚上，他的爸爸给他的妈妈开视频。朋友们，那个拥挤的房间里面，我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呢。那边就在问，瑶儿，好不好耍？小朋友，好耍好耍，还有个哥哥跟妈妈一起耍。小朋友说完过后，电话那头跟电话这头都沉默了。那个姐姐甚至有点病急乱投医了，她把手机摸出来往我这边转，她说：“你要不然在视频里面跟我老公打个招呼解释一下。”我说：“会不会更说不清了？”但其实她把手机往我这边转的时候，我已经就是把声音调整成夹子音了。没想到视频一转过来，那边说：“哎呀，是你呀，王哥。”其实我在生活里面经常都会被别人认成男孩子啊，我自己不介意这个事情，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假小子，性格也比较独立要强。因为我爸爸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嘛。哦，你们也不用这么沉重啊，也不是你们搞的。我那个时候就不想一个人跟着我爸，我就会偷偷的跑到公用电话亭去给我妈妈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她在电话那头哭了整整1分钟。我本来想着等你哭完了我再安慰你嘛，结果那个公用电话5毛钱1分钟，我只有5毛钱。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上，我妈在电话那头给我哭完了。这个事情过后有了前车之鉴，我又存了5毛钱去给她打电话，一接起来我说妈，我知道你很想哭，但你先别哭，我现在过得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我。我妈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懂事啊，又哭了1分钟。而且我们两个那时候很少见面，有一次我去陪她玩嘛，就快开学了，我妈把我送到那个火车站，坐车回我爸那边。我当时在进站的路上，远远的我就看见我妈在那个广场上，2个手扶着那个栅栏，一边哭一边跟我挥手。我当时心里其实很难受，但是我一想，铿锵玫瑰绝不回头。但是我后来还是实在没忍住，回头看了她一眼。我一看2个警察跑过去了，一边一个手把她摁在那个栏杆上，当时把我吓惨了。我赶紧给我妈打电话，警察接的。我说哎，你们爪子哦？你们咋把我妈抓了呢？警察说她是你妈呀，她的头卡到栏杆里面了。给你照了半天的时候，你头都不得回一下哦。好，今天讲这些，来旁边，谢谢。OK， 谢谢，我也喜欢你。好，开始了啊。我觉得男的吧。男的题目你在做的时候就要更仔细的审题。高考已经过了，然后看有观众照旁边的那手说上来就整这个呀。先整点别的啊，别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除了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以外，我还是这个节目的总编剧。终于当上总编剧了，果然啊，人要是想升职，还是得跳槽啊。所以说，我现在不一样了，以后不要叫我杨丽了，叫我程璐。我早就想当总编剧了。我第4季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怎么还不是总编剧？我什么时候才能当总编剧？他们还劝我说，你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你好好上节目。我说我不想上节目，我就想上桌。当了总编剧2个月以后，我现在有点后悔了，我想下桌了，我吃完了，因为太累了，你知道，我都瘦了。你们不知道这个工作就是一天到晚在那儿改稿，改到半夜，改的我呀，我都去跟王建国说，我说咱们这个总编剧就是总得在这儿编剧哈。我以为是个 title 呢，没想到是个缩写。改稿压力也很大，很怕自己改不好，很敏感。万一哪个演员特别有礼貌说一句说周老板这个想的好，我就说是说我刚才那个想的不好，我给他想个好的，想不出来得给人道歉，说哎真的对不起，最近状态不好。干着干着我就觉得我这个处境我是上桌了吗？我想下桌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能上桌的除了人还有菜。但做新节目还是很开心的，对，就是因为我原来就一直觉得脱口秀节目太少了，对吧？就是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只有一个垄断地位的节目总是不好的，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对吧？确实也对，确实也对。我现在做很多事儿的思路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现在还拍一些剧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杨幂在仙侠这个领域，是时候轮到我来竞争一下了。我还问我朋友，我说你看多了杨幂的仙侠剧，你不想看看杨丽的仙侠剧吗？他说我看多了杨幂的仙侠剧，我还可以看看杨幂的别的剧。我说别的剧我也可以竞争一下。确实，仙侠剧有些不太适合我，就是因为它比较特殊，它要求演员不光要会演戏，还要长得特别漂亮才行。但我吧，你知道，不会演戏。想听我说自己不够漂亮？做梦！我挺漂亮的，尤其是我和杨门一起客串了一个仙侠剧以后，我就更确认了这件事儿。因为那个剧播出的第1天，杨蒙恩丑就上了热搜。但是我没事儿，我当时就觉得啊，
这个舆论终于为我证明了，我是可以融入神仙的队伍的。你知道原来网上大家说我多难听，丑什么的还好，还有人搞封建迷信。有网友分析我的面相，说我额头窄，克夫。还是杨门安慰的我说：“你别听那网友瞎说，说你克夫那是看了你的面相吗？那是听了你的段子。”如今你知道他也遇到坎儿了，我也得安慰他呀。我说你别听那网友瞎说，说你丑那是看了你的面相，但你别往心里去，你知道吧？这都是剧的宣传。你看杨笠加盟新剧也在热搜上，他说那能一样吗？我这个是真的有人在搜。我们这一行确实你知道压力很大，但我还是很喜欢。特别是录了脱口秀节目以后，就因为会有观众跟我说杨笠，我好喜欢你啊，看你的段子我觉得好治愈呀，一下就点醒了我。我觉得对呀，这才是我呀。我跟其他演员不一样，我不是来单纯的讲段子了，我是来治愈别人的。我要更努力的治愈别人，我要用我的语言抚平这个世界上女人们心目中所有的伤口。这也不是梗，真的。我有的时候想帮助你们，我都想瞎了心了。我恨不得在大街上随便就拽过来一个女的，就给她号脉，说怎么样最近容貌焦虑有没有？职场性骚扰遇到过没有？内耗严不严重？原生家庭这一块，人群中是否感到孤独？都没有。平时是不是喜欢看杨笠脱口秀？就是你知道，当我找准了这个定位以后，我现在心态你知道平和很多了。现在冷场什么的，我根本不往心里去。别人很着急说杨笠你这个没有人笑啊，我说你不懂，你不懂现在在这个场子里有多少伤口正在悄悄愈合。你仔细听，这是冷场的沉默吗？不，这是血肉正在疯长的声音。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傅首尔啊，一个脱口秀新人。杨笠鼓励我，他说你来吧，别害怕。根据我的亲身经验，这个台上没人干得过离婚女人。哇，我一听我上头了，我想说我的优势这么的浅显而又明显吗？来了以后整个清醒，杨笠能有什么经验？根本没亲自离过，这几年甚至都没亲自谈过吧。杨笠不劝我，我也会来啊，因为以前我出门啊总是被认错。买咖啡，服务员说你那个脱口秀女演员，我说我没讲过脱口秀啊。他说不可能，就是你天天骂男人。我好爱听，哇，我一听好紧张。我说啊，没有，我和男人一条心，我只是和伴侣同床异梦。他说哦，对，你离婚了，然后问我陈露老师还好吧？最近呢，开始收到一些正面评价，说半老徐娘突然有了风韵。果然啊，离婚是最好的医美。我不好意思说，其实和离婚没什么关系，就是医美了。我经纪人逼我去的，他说姐呀，人设和脸咱只能垮一样，你都垮。从我决定离婚，他就一直劝我，说就不能为了工作忍一忍吗？我理直气壮，我说姐的生活不能只有工作啊。现在轮到他理直气壮，前2天他问我怎么样姐，现在连工作都快没了吧？活该。哎，我说你这话不对，你只能说我该，因为离完婚是真没活了。偶尔有一个是一个采访，我一看提纲就一个问题：傅首尔跟陈世美到底有什么区别？哎，我发现这个问题里面一加到底啊，就显得区别不那么大了，给我问住了呢。然后经过我深刻反思，我们俩还是有点区别的啊。我是离婚，陈世美是重婚。你说到底什么区别？法律上民事和刑事的区别。去年我那个离婚节目热播都看了吗？我亲戚也看了，我大姨半夜给我打电话说离没离啊到底？我说别问了，签了保密协议，六亲不认啊。我大姨说懂，炒作不会离的对吧？节目播完我真离了，我大姨又来了，说懂，搞流量，明年复婚对吧？
我大姨说好了，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大姨愿意做你 play 的一环。我只能说家人就是家人，他们的支持没有底线啊。网传老刘含辛茹苦供我读完了研究生，都听过吧？我在这里澄清一下，其实我只是个本科。我当时好想辟谣，但又很想假装自己真的是个研究生。我朋友说辟什么谣？一个造谣实现2个梦想，高学历花男人钱，多好啊！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挺满意的，单身生活非常快乐。最大的烦恼呢，就是见老刘会被偷拍。整得我俩现在鬼鬼祟祟，见个面跟偷情似的。出道8年，我为前夫戴上了墨镜和口罩，我都觉得有点刺激了，是吧？没离时心如止水，离了倒想入非非了啊！希望大家不要再制造这样的氛围，因为众所周知，人家已经有人了，张硕。男人重组家庭就是快。我前夫觅得真爱之后啊，网友分外关心我的个人生活啊，都关心我什么时候官宣。有一天我发了一张跟我儿子的合影，有位网友说：“哎呀，总算想明白了，就该找个这么年轻的。”还有一些更离谱的绯闻，哎，纪凌尘大家认识吗？有个演员，前段时间跟他一起录了一个节目，我回看，看着看着，弹幕飘过一行字：“瘦下来的傅首尔和纪凌尘好暧昧啊。”因为我跟他很熟，我就跟他交流，我说：“你看，社会对女性要求多严格，跟你暧昧也需要先瘦下来。”哇，纪凌尘吓得倒退了5步，他说：“姐，姐，姐姐，别往心里去，咱俩怎么可能呢？”哇，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被男人拒绝，但是根本没有表白啊。主要这种事儿吧，就很难回，你不能说“好的，知道了”，显得有点遗憾。你也不能骂他一顿，说做梦吧，我会跟你好啊，显得恼羞成怒。你更不能沉默，因为你如果什么都不说，他一定觉得你伤心了。我只好跟他说：“智者不入爱河，看好卡里余额啊。”这句话跟老刘共勉。你怎么知道张硕是图你什么呢？今天我前夫来到现场给我加油啊！我前夫的现任也来到现场给我加油。又说了你很多段子，狠狠消费了你一把，但是我都是经过了张硕的同意的啊。哎，最后谢谢来现场给我加油，很庆幸我们还是好兄弟好朋友。我觉得吧，真心希望彼此过得好，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感情啊。那今天呢，我也正式成为了脱口秀女演员，祝福我自己，谢谢大家。嗨，大家好，我是小鹿啊。谢谢。前段时间刚办了婚礼啊，今天谢谢啊。今天穿婚纱来呢，倒不是因为我多么的爱结婚啊，只是因为这个婚纱我买都买了，我想穿着它嫁人，也穿着它骂人啊。我的这个婚礼搭子呢，是一个比我小5岁的澳大利亚大男孩啊，喜欢送给你们啊。我过去就是我们备婚备了1整年，我过去1整年一直在紧张的备婚，而他也一直在正常的生活，他太松弛了。哎，我每天搞婚礼，搞这个婚纱，搞伴手礼，搞婚鞋，搞7搞8，而他搞不清状况。甚至在婚礼前1个月，他还问我，我们公司安排我出差，我可不可以婚礼前1天才到？我说你也可以后1天才到。太松弛了，而且伴郎团一到达中国，他就跟伴郎玩去了。我说你要跟我筹备婚礼，怎么整天跟伴郎黏一起？怎么你也是来参加婚礼的吗？他说可是我跟伴郎们好久不见了，我觉得婚礼期间我应该多跟他们在一起。我说怎么你们的小别胜过我们的新婚？太牛了，不知道服装能拿多少钱？伴郎团就更松弛了，他们在我们婚礼彩排前就完全喝醉了。最后彩排是所有的伴娘团像赶猪一样赶着他们走直线。
哇！我那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伴郎伴娘必须一一对应，因为每个伴娘必须1对1定点帮扶一个伴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问他，我说你找伴郎不能找点靠谱的朋友吗？他说靠谱的早结婚了。太狠了！太夸张了啊！结婚真的很伤感情。结果就知道了啊，婚礼的极限压力啊，真的是会让你断情绝爱。就你到那一天，因为那个压力之下，你会越看他越觉得他一无是处，是个废物。我们婚礼司仪说中文，我新郎听不太懂。平时我觉得挺可爱的，但那天我觉得为什么你中文这么差？你是外国人，这是理由吗？哎，你都来中国8年了，5岁的花童中文都比你好。一般我生完气呢，他就会睁着他无辜的蓝眼睛看着我，我就会迅速的熄火。但那天他越看我越生气，我说看什么看？为什么有色眼镜看我？到了婚礼前夜啊，我的紧张焦虑达到了顶峰，我对着我的伴娘团爆哭。其中有一个伴娘为了宽慰我，就说：“姐妹，还来得及。”你可以，我说不可以。你知道我这一年我婚纱试了多少件，婚鞋换了多少双，我跟策划公司吵了多少架啊？我的宾客排座搞了多少版？我不会因为一个男人的愚蠢和懒惰影响我婚礼的完成。这个婚必须结。哪怕今天结了，明天离。哎，我的婚姻可以失败，但我的婚礼不可以。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但婚礼是我1个人的项目。然后我的伴娘说：“可是你值得更好的。”我说：“没有任何男人值得我再办一次婚礼了。”然后我伴娘说：“可是，说明你这么说，说明你还爱他。”我说：“哎呦，爱不爱的，现在爱了不爱了不重要，重要的是来都来了。这个婚他在劫难逃。”当然啊，这个婚礼上拉垮的也不光是新郎和伴郎啊，更拉的还有我爸。在我们那个仪式上啊，说誓词这个最浪漫的环节，全体宾客泪洒现场。这个时候，我爸手机铃声响了。当时我正在泪眼婆娑的跟新郎说：“谢谢你带我爱上我自己。”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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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后我爸偷感很重的。毫不犹豫的起身去接电话，我余光还看到我妈抓了我爸一把，没抓住。本来我的眼泪止都止不住，那一下止住了。仪式结束之后，我就问我爸，我说：“爸，刚才是你们单位要上市了吗？到底是谁的电话？”然后我爸说：“啊，没啥，一个诈骗电话。”我说：“爸，我这辈子可能就结这么1次婚。而你被诈骗的机会成千上万，什么诈骗这么吸引人？非得当时去完成？哎，等我结完婚，你想怎么被骗就怎么被骗呀！哎，这是我的婚礼耶，我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诈骗。现在我的婚礼已经结束了。但是啊，婚礼对我的伤害还在继续。前2天有一个朋友来问我说：“哎，小陆，你们婚礼上的鸡尾酒好好喝，可以推荐给我吗？”鸡尾酒是整场婚礼新郎唯一负责的东西。我说：“你去问新郎吧，这是他弄的。”我朋友说：“哇，你好幸福啊！你们婚礼都是他弄的吗？”我发现啊，多数婚礼好像都是这种模式，就筹备模式都是新娘歇斯底里，新郎事不关己。为啥？可能就是因为所有的影视文学作品都不断的告诉我们说，每个女孩都向往着一场完美的婚礼，谁向往谁买单嘛，对吧？所以甚至现在很多婚纱店都是这样，
租新娘的婚纱送新郎的西装。我觉得凭什么婚礼只是女孩子的幻想啊？都可以幻想起来呀，对吧？哪个男孩不向往这一场披荆斩棘、酷炫逆天的婚礼？你可以在婚礼上穿上你最帅的夜光变形盔甲，踩着你最帅的 AJ， 站在你最爱的无人驾驶挖掘机车顶上，突突突突突的入场，单手空气投篮。另一只手握着你又粗又直又亮的光剑，跟新娘的前男友一一决斗。在即将迎娶新娘时被岳父退婚，你邪魅一笑，振臂一挥，伴郎团的 Seven、迪迦、诺亚等74名奥特曼从天而降，问你相信光棍吗？全体宾客下跪，对你高喊恭请龙王归位。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好久不见。我站在爱奇艺这个台上，我其实现在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从南极来到了北极一样，环境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周围没有一个我的企鹅朋友。哎呦呦，太硬了，太硬了。还好有我的老朋友在，是吧？宇宙老字号京都念慈庵，谢谢，感谢念慈庵啊！很久没有讲过这种带商务的脱口秀了，真的，我感觉一切都回来了。有了京都念慈庵，轻舟已过万重山。哎呀，你们也知道是吧？就是去年 gap 了1年，而我是那种特别需要稳定的生活能带给我那种安全感的人。你知道去年我甚至重新注册了好几个那种求职网站的会员，我就想看一看，哎，会不会有哪个文工团正好在招聘一名幽默帅哥呢？是吧？而且我从小就这样，你知道小学的时候寒假30天，然后寒假作业有60页，我就会进行一个严格的规划，我每天要写2页，不能多也不能少。我同桌看到之后就非常的震惊，说你有病吧？我说咋的？难道你一天写60页？我们根本就没有写呀。但是我就是特别需要这个规划在我这里，甚至我只有初1、初2、初3这3天是休息的，大年30我都要写完作业再吃年夜饭。我爸妈看到之后都说：“孩子，你这个调休好不合理呀。”而且，就是讲脱口秀之后，我这一点的感受变得尤为的强烈。你也知道我的那些脱口秀演员朋友们啊，每天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吧？红尘作伴，潇潇洒洒。从来不为明天担忧，因为今天很有可能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每次看着这些朋友，我时常就觉得，他们好像就是草原上自由奔驰的骏马，只有我是沉迷拉磨的驴。我们一样讲着笑话是吧？但是驴唇不对马嘴。我平时跑步，他们都说我跑的是驴拉松。而我们这种驴系男孩呢，我们这种驴系男孩最害怕的，跟打印机是一样的，就是突然之间没墨了。去年我经常会在一个咖啡馆在那儿写段子，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是的，真正的驴是可以做到没墨硬拉的。有一天我就写累了，我的眼睛非常的酸，我滴了一点眼药水，我在那边这样休息。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我桌上多了一杯热水，下面压着一张便签纸，写着“会过去的”。我一抬头，那个店员，你们有被那种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关心刺痛过吗？会过去的，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我遇到的这个坎儿，还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我第一次喝一杯热水是吧？但心里凉凉的，真的。但是去年一整年没有拉磨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其实人是可以不拉磨的，也没有什么坎儿是永远过不去的。所以今年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发现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讲我自己最想讲的东西。所以最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1年来我在那个咖啡馆写过的我最喜欢的一个段子。
你们大部分人会后悔这个鼓掌。你们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有没有那种班级之间那种合唱比赛，是吧？我们都知道这种比赛比的不是说你们班到底有几个唱歌特别好的人，就是看你们班到底有几个人唱歌完全没有调，是吧？就什么乐器、和声、声部全都没有用，只要有一个人在旁边长亭外，你们班就废了，对吧？10个那英压不住1个杨丽，那一力降10会，是吧？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班就非常非常努力的练习，大家都不想拖别人的后腿。就我们班主任看到我们这样，就说：“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放轻松。我有办法，我有秘诀啊，我能帮大家解决这个走调的问题。”我们就都很好奇，就是到底能有什么样的方法？班主任不着急，等到自习课的时候，班主任前门、后门全都锁好，整个窗帘全都拉起来，窗户也都锁上。我们都很激动，说这么神秘，这是要干什么？什么样的方法？然后我们班主任说，这就是我的方法，只要我把门窗都锁好，我就能确保咱们班没有1位同学会走调。这个就是我过去1年最喜欢的段子。很高兴和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庞博。但其实，这也是我认为脱口秀最好玩的一部分，就是来，我这儿有一个好东西，一定要让你看一下，来，然后我带着你，我们2个一起徒步走了3个小时，走了10公里，我就是为了给你看一坨垃圾。好在你也不会生气，因为整段路程我都是陪着你一起走完的，没关系，会过去的。谢谢大家。就是大家好，我是77，一直有观众说我长得像杨天真。今天第一次见到本人，真的好像一起美丽又大方。而且我去年也干了一件大事，我去年减肥瘦了40斤。能从一些人的脸上看到疑惑呀，心里在想，这是减肥前减肥后啊，这是。格局小了，朋友们，别看我现在不瘦，我以前更胖，而且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很胖，所以这次减肥让我第一次发现，哇，原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锁骨。然后我的生活也变了，首先是我的电动车，它同样的电量可以跑得更远了。我的穿衣风格也变了，我之前只穿宽松的衣服，因为遮肉，我现在主打一个露。去年一整年一件 T 恤也没有买过，全是吊带儿。哦，今天没有穿，节目组不让。我也开始在朋友圈里面发一些以前没有发过的那种好看性感的自拍照。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我刚发完，有一个3年前的前同事过来找我聊天。他说：“美女，晚上好。”我说：“你好。”他说：“认识一下。”我说：“我们已经认识了。”但他的下一句话好震惊我，他说：“哇，你好会撩啊！”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确实比以前好太多了。我以前被人造过一个很离谱的谣言，我才发现我的人生不是没有观众，只是我之前没有看到他们的 report。他们造我饭谣，他们说我吃得多，哼，有人在想不一定是谣言吧？他们是说我在演出结束之后的聚餐里面吃的太多了，给请客的俱乐部老板吃生气了。这么离谱，竟然真的有人相信，这肯定是谣言吧？因为你们想，就算俱乐部老板真的生气了，他怎么跟别人说呀？他说那天我请演员吃饭，我有个叫77的也吃太多了，你说我这个人小气不小气？是吧？没有人会这么讲的吧？就是他这个算是一个八卦，也算一个谣言，让我觉得好羞耻。因为我以前不知道吃的多会被嘲笑，我一直以为吃的多很可爱呀。是吧？
偶像剧里都是这么说的。女主角吃得多，男主角就会很宠溺的说：“真是个小馋鬼呀。”哪个男主角会说你是饿死鬼吗？你跟别人说有一些女明星啊，特别爱立吃货人设，她们根本就不合适啊。有一个女明星说她每天喝8杯奶茶，网友都不信嘛，说她好茶呀。但如果我说我每天8杯奶茶，你们只会觉得肯定是好茶。我不喜欢这个八卦，还有一点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八卦显得我好傻呀。就是你们想一想，我们这个行业其他人都是什么八卦呀？抄袭、离婚、亲嘴儿。别的不说，他们至少像个成年人吧。只有我每天在那嗨嗨吃饭。我当时真的很担心，不会有俱乐部嫌弃我吃得多，不请我演出了吧？我不会因为吃饭而吃不上饭吧？我就赶紧去找我经纪公司的老板商量，我说你知道外面传我什么吗？他说知道，说你没礼貌。我说这个我倒是不知道。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说那现在怎么办？我的饭也要在外面沸沸扬扬的。他说你以后在外面少吃点吧。我说这又是你控制舆论的方法吗？以后我在外面只能夹起嘴巴做人了。他说那也是没有办法，女生哪要像你吃那么多的，不体面。我当时好委屈，我说饭量大就不体面了吗？女生也太容易不体面了吧，我都有点生气了。我争取什么素颜自由、穿衣自由，本末倒置了。从今天起，我就争取吃饱自由。我要做拒绝饭羞耻的新时代女性。我的前辈争取了上桌吃饭，我要争取上桌吃饱。谢谢你们。哎，大家好，我叫翟佳宁，哎，谢谢，真的。人生中第一次来到这么大舞台，老翟家祖坟冒青烟了，真的。真的，我给各位讲讲我之前从事脱口秀之前的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我刚步入社会第一份工作是一个环保工程师，朋友们，不是扫大街那种。环保工程师主要负责什么呢？主要负责就把咱们人类在城市里产生这个垃圾呀、粪便呐、剩饭剩菜，送到咱们人类永远看不见的地方。所以一般呢，咱们管打工人叫社畜、牛马，对吧？我不是，我属于那个社大肠杆菌，我属于分解者，真的。我那种出差地址，真的朋友们就特别偏僻，偏僻到什么程度？就是连人类都看不见。如果你们平时出差叫出差，真事儿，我平时出差应该叫流放。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出差那个地址，是我领导用 Word 文档给我发过来的，地图上标记不到那个地方。他说：“翟，你这第一次出差，咱先去这个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安国镇朱王庄村口向西走3.5公里，找到一个加油站，再向苞米地方向走2.5公里，遇见联络人徐工，使劲询问。”真的。我发誓，朋友们，那是我长这么大头一回在一个地址里头看见一个人名。就我那个地方有多偏僻，我算了一下，杭州到上海是170公里，我那工作地点最离距近的快递点201公里。真的，我跟你讲，我们那儿花钱特别费劲。有一次我们一个工友过生日，我们说必须要奢侈一把买一个蛋糕，查了一下，最近的蛋糕店是在山东省。那个蛋糕店的备注特别真诚，说无论您在哪儿，我都给你送到。我们一方面看了之后特别感动，一方面又决定要给他上一课。啊！我头一回啊，看到一个外卖员把蛋糕送到咱们店里头，送到咱们那个厂区里头，跟咱们真诚的说你要是兄弟，你就给我刷一个1星差评。我可再也不敢再来了，真的。不干。但是呢，他当时跟我们相处的特别融洽，当天他是甚至陪我们过完生日才走的。
它不充电，那电动车实在是跑不了了。就怎么说呢？这个工作啊，钱少事儿多，离家远，而且现场都是男性，脾气都不特别好。我永远忘不了我跟工地大哥有一次最辉煌的战斗。2020年夏天，我巡视现场，看到一个工地大哥，他一边冻电焊一边抽烟，我就过去批评他，我说你能不能干？不让抽烟，不能干就走啊！我离开他大概就3米，我耳后就传来了特别不和谐的声音，说你个小星号，跟我装你个星号。朋友们，就当这句话传到我耳朵里之后，整个空气氛围就凝固了，你知道吧？大家也能听出来是吧？就我体内流淌的这个契丹人的血液，还有就是说来自咱们大辽的荣耀，是不允许我在中原这片土地上听完这句话之后无动于衷的。我小时候如果跟别人打仗没打过人家，让我爸听见了，我爸绝对揍我第2遍。我们老宅家的家训就是 "Don't argue, just fight"， 真的。我当时没有任何犹豫，一拳就打在大哥脸上了。整场战斗就此拉开了序幕，特别的激烈。朋友们，激烈到什么程度？就整个工地现场都充满着我的哀嚎着呢。衷心给各位一个建议：一见工地大哥生气跑。我打大哥那一下，就是我碰到大哥的最后一下。我躺在地上，安全帽从来没那么有用过了。大哥甚至一边抽烟一边揍的我，我一边躺地下一边求饶，我说哥错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们老宅的家训今天就改了 ，Love and Peace forever。最后衷心给各位一个建议啊，就是工地啊，冻电焊确实不能抽烟，安全第一啊！谢谢大家，我是。大家好，我是付航。很多观众都说我是猴，这个其实挺好的，但是现在有点心理不平衡，因为其他的脱口秀演员一提起来都是什么学历高、文本好，观众都说我通人性。平台也玩梗，别人都是什么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灵长类。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挺酷的，但是有一些真正的困扰，真的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因为现在传的越来越邪乎，开始传我曾经咬过观众，我这个有点过分了。以前我演出的确有点疯狂，就是演出的时候老动不动啊一下。我演过敬老院专场。那个时候我说大爷，一看你身体就非常的好，我要热场吗？大爷看着我，啊！我说大爷，我大一点声。这是一个快乐的演出，看完我的演出，把我的快乐带走，好不好？大爷说啊，我走了，给你带走。全场非常凉。演完之后，只有一个大爷支持我，我过去问他，我说大爷，是因为我不好笑吗？大爷说，首先是。其次啊，就是人到了这个岁数，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儿。我每天看着我每一个子女手里拿着每一份遗嘱在打官司。我说每一份遗嘱，遗嘱不应该只有一份儿？他说小伙子你不懂，到我这个年纪，谁对我好，我随时给谁立一个。你好好演。我喜欢你的激情，看你演出比种地都累。你从小就这么有劲儿吗？不是，朋友们，小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内敛，非常的害羞。那个时候我英文有点天赋，有一次考了全班第1，所有同学都说我是抄的，我根本不管他们怎么看我，埋头苦学了1个月，考了全校第1，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改变了，他们都说我偷卷了，他们说我是二里庄神偷。我更内向了，直到我爸妈给我报了一个非常疯狂的英文培训。当时呢，也是一个老师，当时的主题是 passion， 就是激情。我坐在第1排，像你一样，有点害羞。老师走了，看着我，苹果的英文怎么说？我看着老师，我说 apple。老师看着我
Give me some passion。我说 banana， 我以为我答错了。老师看着我 ，I say passion。我说大王饶命。老师看着我，老师看着我说：“孩子，看着老师的眼睛，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乎你，也没有人记得你。拿出你的激情，可以改变人生。来，3、2、1，喊！”我看着老师，好的，老师。老师看着我 ，Are you great？ 你棒棒，你棒棒，你棒棒！我看着老师，我说反台词那个北北，棒棒棒！从那天开始，我就再也不害怕说英文了，朋友们。我爸每次带到我看到外国人，我爸就会说：“付航上。” Yes sir。哪儿呢，老外？老外，老外，老外，老外淘汰了。那个时候，有很多那些年轻人，他们英文都非常好，但是你们不敢说。你的英文肯定也很好，但是你不敢说。我懂，因为你们一见到外国人，第一反应就是就这样。What's your name？ 外国人因为你不够自信，故意装听不懂。看你 ，Sorry, cannot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man。经过培训的，就完全不一样。我爸说：“付航上。”我说 ：“Yes sir。”当时我过来看外国人，我说：“刚才问他什么？问名字是吧 ？Easy。”我说：“你妹妹是我的，你say不 say？ 啊，you 明白？”再看那外国人。旁边老大爷都疯了，说：“哎呦喂，这小伙子太棒了，给外国人都聊懵了。宝贝儿，你是非洲的吧？”我说：“我是郊区的，在非洲长大。”我说：“在中国长大，想去非洲。”我说：“差不多可以了。”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怀疑我们这些人呢？”他说：“哎呀，上一次问一个也门的，他说他是纯也门。”当时，老大爷说：“孩子，你太棒了，自古本地出少年。”我说：“自古本地还出少女呢。”来，小伙子，替大爷跟他翻译一下，问问他来这儿干什么。我说 Yes sir。我说 You come here。Why？ 外国人说 I come here for fun。我说 Fun，Thank you。And you。大爷说：“你太棒了，太喜欢你了，孩子。”再给他翻译一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说：“差不多得了，大爷，你想聊你自己聊。”当时我一直非常自信，直到我高考失利。那时候高考一出分，我啪一点254。我跟我爸说：“我说爸，我考254。”我爸说：“太棒了，儿子。其他科多少分？”我说：“这就是总分。”我爸说：“你妈得跟我离婚。”当时我觉得我的人生完了，朋友们。我说：“爸，我的人生结束了吗？”我爸看着我说：“孩子，你才18岁，你的人生还没开始呢。”
我眼泪唰就下来了。我说那您能给我掏点钱让我重新复读1年吗？我爸说不行，因为爸爸对你的爱结束了。但是没关系，没关系，等你妈跟我离婚了，你可以用这个房子结婚。当时我看着我说那您等什么呢？我的人生完了。我爸说我在等你长大找到一份工作。我说好，第一份工作我找的就是一个私人会所的 BA， 保安，对，就是保安。当时我就想，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我高考失利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前面所有的人生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非常痛苦。我到那儿去面试那个兼职的保安，那个 HR 看着我啊，小伙子挺不错啊，刚考完是吧？考多少分啊？我说254，但我人生刚刚开始。非常好，孩子，你知道当保安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他看着我说，你有激情吗？当时我眼泪真下来，跟我现在一样。我看着他说，我说您说那不是激情，您说那是passion。欢迎业主回家。朋友们，激情改变人生，听懂？掌声！你们送给了我一场完美的演出，希望你们大家开心一点。我感谢你们，拜拜。